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圣灯升起？启禀少城主，穆王城的姑娘们知道您今晚离城，所以他们放飞圣灯，期许少城主早日凯旋。哼，你又不是姑娘，怎么也拿着圣灯？这盏圣灯是英雪公主送的，穆王吩咐小人务必请少城主亲自放灯。你替我把它放了吧。是。这英雪公主可是当今圣上的掌上明珠啊！父王，儿臣慕容烨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传令古子穆左牧师楚夫人，按计而行，违令者死。10年之后，血月之夜，重开麒麟所，再夺破木令，公墓不到，破降攻城。都说穆鬼子是公墓派的奇才高人，可本座看来不过如此。毒刺软甲，楚夫人，你最好先运功疗毒，否则性命难保。我既然赶来，就有万全之策。生死自有天定，成败必有因果。麒麟所，再夺破木令，公墓不到，破降攻城。在手，浊酒醉，气纷扰。有多少痴情人，望断天涯见不到。秋水长，风落飘，弦中星断魂道。有多少江湖事，古往今来解不了。袖中的剑，指尖的刀，无法割断尘世中情缘。忘川的水，遗恨的花，无法阻挡轮回千年修的姻缘。情缘的劫，时光的伤，无法隔绝我对你思念。想念你，为你牵你，痛你，恋你，爱你，一世之道。
满风，你没事吧？有没伤着？我没事。你看见水里是什么怪物了吗？我看它的形状，好像是条巨蟒。可我们在猎墓里也走了几百遍，长老们从来没有说过有巨蟒。的确跟师傅们说的不太一样。不过，既来之，则杀之。两位少侠，墓中之人非生即死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多谢楚夫人的美意，公墓之人无惧生死，不就是条小蛇吗？等本少爷杀了他，煮蛇肉当夜宵。哼，嘴硬，那本座就等着给你们收尸了。古子墓守墓总使楚云溪参见少城主。起来吧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请少城主放心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公墓派的两个傻小子，相信已经跳进了太极坛陷阱里了。好，办得好。先把他们困在里面，等候消息。属下想不通，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杀了他们？须先确保能有麒麟臂去开锁，所以先留着他们的小命。难道这两人中有人练成了麒麟臂？据我所知，洛石秋已练有8层麒麟臂，他只要得到毒化血，就可以重开古子墓门了。那更应该尽早动手，免除后患。洛石秋的死期，我自有安排。你杀了我吧，结束这一切。哼，想死的人都是因为活着太痛苦。你错了，痛苦只是表象，绝望才是内因。有道理。一个绝望的人可以用死来解脱，但是你死了之后，却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死了，你就不再有任何价值，那么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都没必要活着。斩草须除根是我的原则。所以你最好有价值的活着。3天之后，血月之夜，择时我会安排你毁掉公墓派的麒麟臂，然后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娘以及无情谷的所有人，他们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信不信由你。血月之夜一战，再无公墓人。属下明白。破墓令不但是墓派攻守两方的信物，也是开启昆仑山宝藏的唯一钥匙。朝廷催得紧，父王也着急。穆王城有令，今夜必须打开麒麟锁，拿到破墓令。古子墓上下定当全力以赴，以死效命。哼，若不是10年前你守墓不力，让公墓派抢先一步，我们又何必白等这10年？属下知罪。算了。现在回想起当年，木鬼子砍断独孤剑的麒麟臂，打开古子墓门，并且盗取了破墓令，事事抢先我们一步。还好最后我及时赶到，
或是木鬼子抱着麒麟臂反锁了木门。这一切怕是他们早就有所预谋。10年之后，血月之夜，重开麒麟锁，再夺破木令。我已经等不及那一刻了。穆王城肯定是把墓道给改了，和墓图根本不一样啊！都过了10年了，墓图已经不可信了。如你所说，杀蛇食肉。不错呀，真的是一条好小好小的蛇。蛇的图太硬，注意脖子软，看脖子。喂，你干嘛？你不会真对这蛇肉有什么想法吧？反正暂时找不到出路，不如先记下武藏庙好了。穆王城肯定是把这里跟湖底打通了，但墓道肯定还是在的。齐二爷，古子墓道的消息可靠吗？木派的人谁不知道？秦大爷的消息上通官府，下通市井，从没错过。说的也是，这回发财了。我大哥说，这消息是从穆王城里传出来的，绝对可靠。听说古子墓里金银珠宝无数，这还不算啥，重点是里面有破木令。齐二爷，传说古子墓的破木令能开昆仑山的宝藏，是真的吗？
你小子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。准备了10年的好戏，终于开场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